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之前做过玉蝶养护的视频，发现大家兴趣很高，也了解到玉蝶在台湾叫做七福神。谢谢粉丝热心分享，也让花花学习到了。因为玉蝶影片的评论区里，有些花友咨询玉蝶的繁殖和老庄问题，所以本期视频花花就把这些方法分享给大家。玉蝶老庄。首先，我们通常所说的多肉老庄，除了植株年龄较大之外，最主要的是指它的杆子木质化程度。木质化程度高，多肉的杆子就会多了一种古朴悠远的独特意味，观赏价值更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说一说把玉蝶养成老庄非常实用的3个小技巧。杆子长是基础。想要把玉蝶养成老庄，那我们就必须让它的杆子足够长，最好也能粗壮一些。这样才能让它在顶部长叶片的同时，露出底部的杆子，打造造型，展现出老庄的风采。而想让玉蝶的杆子长长，我们从小苗时期就要开始有意的培养。在玉蝶的小苗时期，我们可以增加水肥，光照也不用太强，看到它轻微的生长，我们也不用着急，尽量让玉蝶的杆子长长一些，为后期养成老庄打好基础。而想让杆子变粗，则需要通过修剪和施肥来实现。当长度足够之后，我们可以修剪掉玉蝶的顶端生长点，让它停止长高。施肥的时候稍微多一些微量元素肥料，能够帮助玉蝶的杆子变粗。减少底部老叶片，露出杆子。想要欣赏老庄的美，自然是先要让玉蝶的杆子露出来，这就需要让它底部的老叶片脱落掉，而方法主要有2个。第一个就是控制浇水，在相对干燥环境中，玉蝶底部的老叶片会被消耗掉，自然脱落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在我们看到底部的老叶片有缺水发软的迹象时，人为的去摘除掉那些叶片，这都能够加快老庄的生成速度。而且定期清理枯叶，还有利于通风以及避免藏匿介壳虫以及其他病虫害。风吹日晒，露天养护。做好了前面2点之后，我们可以直接把玉蝶放在露天的环境中，让它接受风吹日晒。长时间的风吹日晒能够刺激玉蝶杆子表皮快速的木质化，达到我们想要的老庄效果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玉蝶因为有夏季高温时期休眠的特性，并且在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特别容易黑腐和掉叶子，而且一直稳居夏必死榜单之上。所以夏季在气温临近32摄氏度左右时，应及时将其搬至凉爽通风处度下。另外，浇水也一定要有节制，当高温高湿同时出现时，一夜之间叶片掉光也是有可能的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玉蝶养成老庄后，一般在春末夏初开花，这时需要将花剑剪掉。在玉蝶养成老庄后，枝干木质程度高，而且分支较多，这时候就可以考虑繁殖了。玉蝶繁殖。玉蝶一般繁殖以扦插为主，分为叶插和枝插2类。枝插法。在进行枝插时，首先要给盆土浇些水，使盆土湿润，2天之后把小的玉蝶从母株上掰下来。但是在掰的时候，尽量选择比较大的头，稍微用力捏住根部旋转就能掰下小头，而且速度要快一些，这样可以尽量减小伤口的面积，更利于玉蝶繁殖。刚掰下来的玉蝶小苗不要立即进行扦插，要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上12小时左右，伤口干了之后就可以进行扦插了。在扦插时深度不要超过2厘米。刚扦插的玉蝶一定不要浇水，因为浇水会造成伤口感染细菌，容易发生病害，这样玉蝶就很难成活。要浇水一定要30天之后，扦插的玉蝶生根之后才能浇水，但浇水不能过多，过多会引起植株烂根死亡。玉蝶扎根之后，把植株放在室内有散射光照的地方养护，同时注意开窗通风，一定不要放在阳光下暴晒。叶插法。叶插的时候不要一时兴起就开始进行，因为在夏、冬2季，即使你是再厉害的多肉爱好者都不可能叶插出玉蝶，因为这2个季节是休眠期，玉蝶基本不生长，何况是叶插呢？所以一定要在春、秋生长期的时候来叶插，这样就能保证湿度与温度都很适宜。首先挑选叶片。玉蝶的叶片都比较大，要准备一把刀具切叶，挑选的时候要找叶片比较光滑肥厚一些的，这样的叶片都是生长较为旺盛的，非常适合叶插，不要挑太小或者有破损斑点的叶片，
挑选好之后，就要给刀具用酒精消毒，然后沿着玉蝶叶片与枝干的连接处迅速的切掉，保持伤口的平整，然后垫在纸巾上，立马放在通风处晾干，不然太湿润会滋生细菌导致感染的。然后将晾干的叶片一个个的平铺在土壤表层，要正面朝上摆放，不然只会出根却长不出芽。然后把花盆全部放在阴凉通风处，等待着玉蝶生根。在这个期间要保持盆土湿润，土壤太干的话叶插很难生根。等到生根出苗后，可以把花盆搬到有微弱散射光的地方，接受一些光照，会让幼苗生长得更快。等幼苗的根须稍长的时候，需要将其埋入土壤中，这样能吸收充足的营养，让玉蝶的幼苗生长得更快。到了大概有3层叶片的时候，可以换到较大的花盆种植了。总结，我个人认为，玉蝶繁殖还是选择枝杈比较好，因为玉蝶是群生植物，一盆里面可以长出多株玉蝶，所以可以直接切掉一部分枝条进行繁殖。而且叶插繁殖的玉蝶生长速度慢，成活率低。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分享的内容如果有错误和疏漏，还请批评指摘。如果你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更多人看到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见。